这个女孩急匆匆地从男友家冲出来，手里还拿着刚刚脱下的热乎内裤，不顾周围异样的目光，她加快了脚步，还看到黄色内裤随着她的奔跑，在空中不停摆动，仿佛在表达她心中的羞辱。可见她刚经历了多么恐怖的事。这女孩名叫孝良，是个纯真的女高中生。青春期的她对爱情既好奇又充满幻想。孝良刚和男友交往了1个月，天真的孝良连亲吻时应该做什么表情都迷茫。但是放学后和男友的甜蜜时光，让孝良觉得非常幸福。然而男友对现状不满意，他邀请孝良去他家玩斗地主。这个请求让孝良既震惊又不安，但在青春期荷尔蒙的驱使下，迷茫的孝良还是接受了男友的邀请。不懂斗地主的孝良去问闺蜜怎么办。关于全球平均初体验年龄是17.3岁的说法，2个好友意见完全不同。冷漠的长发女生不屑地说，这种事对他们而言还早呢。大胆的丸子头觉得这年纪生孩子也正常，不是说第一次打扑克很痛吗？孝良不安地问丸子头，这是真的吗？只见丸子头抓起桌上的玻璃杯，拜托，这简直像要命一样。面对眼前的玻璃杯，孝良突然冒出一身冷汗，于是志怎忍不住说，这地方不就是尿尿的吗？为了明天的比赛，3人去内衣店挑选内衣。看着各式各样的内衣，孝良仿佛进入了新世界。挑选好后，好友还为孝良加油。终于迎来了试炼之日。来到男友家的孝良手足无措的很紧张，试图找话题缓解尴尬。这时男友默默地拉上了窗帘，好像切断了孝良的退路。男友一步步接近孝良，孝良害羞地躲开。此时孝良试图保持镇定，没想到一转眼就被男友推到床上。面对强势的男友，孝良努力忍耐，男友的手不停在孝良的身上摸索。孝良开始慌张，直到最后一块遮羞布被男友冷酷地扯下，孝良无法忍受羞耻，猛地推开了男友，捡起地上的内裤，急忙冲出门。回到家，孝良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将内裤狠狠地扔进垃圾桶。或许这能稍减内心的恐惧。那时闺蜜发来短信问战况，看到闺蜜发来的祝贺短信，可能是害怕未知，或许是青春期的忧虑，孝良终于忍不住泪水，躺在床上大声哭泣。有些人表面上彬彬有礼，背后却以女生的清白做赌。哭了一夜的孝良第2天去了学校，周遭异样的目光让她感到不安，于是孝良决定出去走走。这时意外遇见了男友，正想解释昨天突然离开的事，男友却没理会就走了。紧接着好友们急忙找到孝良，告诉他社交平台上他的八卦满天飞。原来单纯的孝良为了首次大战，竟清理了后院的杂草，这事只有她和男友知道。因此激动的孝良追上了男友，想要把事情弄清楚。孝良刚到天台就发现男友在谈论关于他的赌局。面对孝良追问，男友居然还在找借口。在孝良的步步紧逼下，男友最终摘下了面具，问孝良昨天为何离开。明明后花园的草都清理了，还说跟孝良在一起，只是为了赌局，1月内追到孝良。说完还警告孝良别再缠着自己。他走开了。听到这话，孝良感到很受伤，羞愧和后悔顿时充满心头，眼泪在眼里疯狂打转，到处都有人议论自己。无地自容，孝良躲进生物室。沉醉于爱情中的孝良发觉，原来自己只是被视作物品。想明白这点，孝良明悟了逃跑的原因，忍不住悲伤，孝良放声大哭。就在这时，角落突然传来声音，打断了孝良的哭泣。这孩子名叫优，是个孤单又怪异的男孩。面对泪流满面的孝良，优没有选择安慰，只是自顾自地说着，为什么那些笨男生总把女生当物品？他还说，在动物世界通常是雄性吸引雌性，为什么到了人类，吸引异性的却是女生？难道男生做不到吗？还半开玩笑地说要给自己拔草。听到这，孝良终于露出微笑，然后又邀请孝良一起喂鱼。看着眼前纯真的大男孩，让孝良暂时忘记了烦恼。谁能抗拒一个治愈系男孩呢？回家的孝良看着网页上的信息陷入沉思。第2天，孝良找到了好友，为自己的失误向他道歉，安抚孝良的闺蜜。那种男人不值得你难过。看透一切的孝良觉得自己是被奇葩网站弄得焦虑，甚至不由自主的大扫一通。重新振作的孝良为了下次能勇敢面对，决定学打扑克的技巧。掌握打牌的技巧后，这女孩突遭强吻。原本应该是个浪漫温馨的场景，谁料下秒女孩就在路边狂吐。她喘着粗气，叫做袁抽，对爱情不感兴趣，总是冷漠，自认是个无聊的人。这天，她和闺蜜们一如既往的在咖啡厅聚会，聊到青春期的男女问题，话题总绕不开男女关系。袁抽坦言自己从未想过谈恋爱，对打扑克也提不起兴趣，单想想就觉得恶心。但马上被丸子头反驳，还有人不喜欢环打扑克吗？见2人一直不停更正自己的观点，灵魂深处的问题，不喜欢打扑克行不行？这时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是袁抽的青梅竹马康泰。
康泰热情地打招呼，袁抽却显得很冷漠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。回家后不久，袁抽就收到了康泰的消息，他们很快就聊了起来。康泰壮着胆子邀请袁抽周末看电影，但袁抽此时却迟疑了，呆呆地盯着手机屏幕。第二天，孝良知道袁抽收到邀请，鼓励他大胆尝试一下，说不定爱情远比他想象的美好，一直在给袁抽打气。看着朋友全心全意的支持，袁抽决定尝试一下，接受了康泰的邀请。周末很快就到了，得说打扮过的袁抽格外有味道。来到电影院，两人默契像老情侣。看到康泰的绅士举止，袁抽也露出娇羞的笑容，无意的轻触让康泰更加倾心这个女孩。电影结束时，康泰深情告白。回家后的袁抽因为刚体验的生理反应，久久未能冷静，这让袁抽怀疑自己是否生病。次日，袁抽向闺蜜分享了这事。面对闺蜜的调侃，袁抽尴尬又生气的回应：不爱谈恋爱或打牌就不正常了吗？那我是不是该去看医生？说完就怒气冲冲的走了。世上有些人是无性恋者，他们对他人缺乏性欲或者无法感受到爱情。全球约有7000万无性恋者，单是日本就大约有113万。如果你的朋友是无性恋，你会如何应对？因观点不同而独自离开的闺蜜，让袁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，开始搜寻跟自己相似的症状，居然找到了跟自己状况相同的人。为了确认是否是无性恋，便去了图书馆，想要找到相关书籍。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吸引了旁边的生物老师，老师得知他在找关于无性恋的资料，于是带他去了生物科室。他们一起到了生物科室，生物老师递给他一些有关无性恋的书。接过书后的袁抽向老师坦言自己可能是无性恋。老师一开始稍微愣了一下，然后平静地回应道：这一点也不奇怪，无性恋者也有各种类型，有的感受不到爱情，有的不能爱上他人，还有的甚至对打牌感到反感。袁抽询问老师，即使接吻后觉得恶心也不算病吧？老师坚决地说，当然不是。见到袁抽还是满脸疑惑，老师就耐心解释，即使是无性恋者也谈恋爱，也会结婚，就算不能打扑克，每个人的情感处理方式都各不相同，谁说没性生活就错了？这样的规定不是挺荒谬的吗？听了老师的讲解后，抑郁的袁抽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担心袁抽的孝良在门外听到了这一切，突然觉得自己之前劝袁抽谈恋爱真是愚蠢。孝良找到袁抽，为自己之前不经意说的话向袁抽道歉，还恳求袁抽能继续和他做朋友。看着真诚的孝良，袁抽没说什么，只是走上前抱了抱孝良。或许真正的友谊不分男女，维持感情关系的良药吧。想通的袁抽向发小康泰坦白了自己是无性恋者，即使深爱着的女孩是个无性恋者，这份情感可能永不会被他感知，但只要能作为朋友在他身边，康泰也未曾感到灰心。爱一个人不必占有，只需理解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？重修旧好的3个闺蜜又聚在以前的咖啡厅，知道明白了无性恋的丸子头也向袁抽承认了错误。袁抽开玩笑逗丸子头，讨厌恋爱的我觉得你真厉害，恋爱从未停止过。听后3人会心一笑。不过说真的，丸子头颜值挺高。看袁抽选择了无性生活，丸子头想了想说，那如果是反过来，跟很多人打过扑克的话，你们会觉得不好吗？这女孩前一刻还沉浸在打完扑克的快乐里，下一刻就悲惨地躺在冰冷的病床上。后花园也成了围观的场所。这女孩名叫柚奈，是个喜欢在社交网络上交友的花花公子。最近柚奈在社交软件上刚认识一个 IT 男，不停赞扬对方打牌好厉害，还说这次真的遇到命中注定的人了。看到花痴样的柚奈，他的2个好友感到很是担心。这天柚奈正在上厕所的时候，突觉一阵剧痛。柚奈低头一看，天啊，后花园已经发芽。回到课堂的柚奈依旧痛得厉害，于是向老师请了假去保健室休息。孝良和袁抽对柚奈的状况非常担心，怀疑她可能怀孕了。为了搞清楚，孝良赶到生物室，打算向生物老师咨询怀孕相关的知识，但他只见到了优看到孝良手里拿的关于怀孕的书，误会以为孝良有相关的烦恼，便关心地说，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聊聊。尴尬的孝良急忙解释情况，听说自己的朋友好像怀孕了。听完铺良的讲述，优开始怀疑柚奈可能得了快乐病，于是他找到柚奈，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猜想。柚奈听后既惊讶又害怕，她更担心的是不知道是否已经把病传给了男友。回家后的柚奈一直在犹豫是否该告诉男友这事，但因为害怕失去男友，她终究没能开口。第二天，她和闺蜜3人去了妇科诊所，医生的诊断结果出来后，确诊柚奈患了快乐病。医生说这病潜伏期仅2到10天，这就表明柚奈的男友害的她。柚奈难以置信，心情顿时复杂。柚奈离开医院后把情况告诉闺蜜，
闺蜜听了非常心疼，还透露其实见过她男友偷吃，但因为佑奈正处热恋，她一直没透露。佑奈一晚上遭受2次打击，一人孤单坐河边，忧郁难抑。难道漂亮的女生都这样命苦？第二天，佑奈重振精神，找到在派传单的男友，大声质问：“我说你患了快乐病知道吗？”还对旁边的女生建议，最好也检查下。说完，把男友送的项链狠狠扔了出去，潇洒的告别。不得不提，虽然佑奈见一个爱一个，但也确实是个敢爱敢恨的人。解决问题后，3人回到了平常的咖啡馆。本以为这次事后，佑奈会吸取教训，没想到佑奈已经盯上了新目标，还说这次的问题不会重演。我想问这是什么神器？快推荐给我！佑奈变得警觉，带着新男友前往保健所，强调要在确定关系前做个身体检查。看着他们向保健所走去，我认为在玩牌前，检查随身携带的东西很重要，毕竟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作弊。那晚深夜，孝良被尿急叫醒，准备去厕所，却被一阵奇怪的震动声吸引。孝良跟着声音找去，居然是来自他妈妈的房间。孝良害怕的以为遇到了鬼。第二天，他把事情告诉了好朋友。半夜家里总会有嗡嗡声，还夹杂着低沉声，吓得孝良一本正经地说。好友听完后，佑奈轻声说：“会不会是快乐病呢？”听完孝良大吃一惊，还说他妈妈特别忌讳这个。电视一放亲密镜头就马上换台。还有，女生干这事不是挺怪的吗？听孝良这么说，佑奈有点心虚的回答：“或许也有少部分人需要他。”佑奈，你确定那少部分人不是指你自己？孝良断然回答：“肯定没女生愿意用这玩意，我妈肯定也不会。如果她真用了，我会失望的。”孝良隔天在家找不到自己的袜子，于是去翻妈妈的衣柜，没想到在衣服底下竟然藏着点东西。好奇的他伸手一掏，居然摸出了快乐棒，而且还是特大型的。孝良吃惊的仔细观察，随手打开了开关，一阵强烈的震动突然传遍全身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妈妈就进来，正巧看到了这一幕。母女俩目光相遇的那一刻，仿佛时间都停了。房间内只剩下嗡嗡声。孝良一时茫然，抓起快乐棒，急匆匆跑出房门。到了学校，孝良把快乐棒塞进书包。此刻他心里乱成一团，根本无法专心，连老师的问题也听不清楚。课间还紧紧抱着书包不放，总担心会出事。人们常说越怕什么就越会来。就在这时，心不在焉的孝良被迎面来的同学撞倒了，书包也掉到地上。就这样，大家眼前快乐棒在地上优雅地跳起舞来，仿佛在抗议命运的不公。周围人震惊和嘲笑的眼神中，孝良无助地瘫倒在地。就在孝良快要再次成为校园话题焦点时，优突然出现，用恶作剧帮孝良化解危机，顺便拿走了快乐棒。逃过一劫的孝良带着闺蜜上了天台，不敢相信地说：“我妈竟然真用那玩意儿。”旁边的佑奈急忙安慰她：“可能是拿来敲敲肩膀的吧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”心乱如麻的孝良走进生物部，准备回收快乐棒，但是刚才的撞击使快乐棒坏了。冷静下来，梁向优讲述了经过，还说自己不知道如何面对妈妈。看着困惑的梁，优试探性的提议：“如果无处可去，就留下吧。”梁听后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两人对视，随之一股暧昧的氛围自然形成。聊着聊着，天就黑了。优想给孝良展示些有趣的东西，虽然孝良还有些提心吊胆，但还是决定信任优。孝良在优的引导下躺下了。就在孝良紧张的等待可能发生的事时，优打开了星空灯，顿时满屋子都是闪烁的星星。真的说，优真会撩人，尤其在这星光璀璨之下。优详细的向扑良解释了自娱的起源。听了优的说明后，孝良对自娱似乎不再那么排斥了。第二天，为了帮孝良敞开心扉，优约请来了生物老师。在老师的引领下，大家踏入了快乐屋。老师向孝良详细介绍，快乐棒起初是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，过去认为女性没有那方面需求，导致许多女性长期压抑，甚至引发心理问题，因此诞生了精神科按摩疗法。快乐棒就这样被创造出来。老师说完便打包了一个给我。孝良从快乐屋出来后受益匪浅，他发现自我娱乐也能抚慰自己。那晚回家的孝良向妈妈道了歉，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直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了。妈妈一脸疑惑地进了房，打开抽屉，哇塞，居然是最新的。看到孝良留的便条，老妈露出满意的微笑。第二天，孝良来到实验室，感激优对自己的指点。优却突然话题一转，想抱一下孝良，孝良没拒保，优直接紧抱孝良，然后向他表白了。听见表白，孝良脸红了，也慢慢回抱优。但紧接着优的话令孝良惊讶：“我原来是个双？没错，我是双性恋。”孝良因此心里有了芥蒂，开始刻意避开优。或许孝良并不是真的讨厌优，
暂时无法消化这条消息。注意到不对劲的闺蜜问孝良出了什么事，孝良支支吾吾的回答：“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的，喜欢他的那个人是个双性恋，他现在很纠结该怎么处理。”真是凭空捏造。你刚说的朋友其实是你自己吧？听了孝良的话，闺蜜很快就意识到那人是优，半开玩笑的说：“如果你跟他在一起，那岂不是情敌成倍增？”一旁的袁抽似乎不想掺和这个话题，只是冷冷的旁观。第二天，优到校后发现同学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。孝良在闺蜜提示下查看手机，发现优的秘密被放到了校园网站上。担心优的孝良立刻冲出教室，看到心灰意冷的优正静静地撕掉那些伤害自己的言论，这让孝良更加无地自容。闺蜜们一起上了天台，孝良直接质问两人有没有泄露秘密，她只和他们俩谈过优的事。看着他们俩疑惑的表情，袁抽反问说：“你们不是也在讨论吗？你们和那些人议论优有什么不同？还说自己开始看不起他们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可能只有作为无性恋的袁抽明白，这是对优的伤害有多深。意识到过失的两人前往生物部，打算向优道歉，但只遇到了生物老师。老师察觉到了他们的想法，便给他们普及了些知识。你们懂不懂？什么叫被出柜？就是未经同意公开别人的性倾向。你们这么做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强行出柜别人，这样做的后果很危险。有人甚至因此选择了自杀。听到答案，两人吓得脸都白了。意识到问题严重的两人急匆匆地找寻优，但是两人在学校到处找也没见到优，直到优突然出现在校门口。看到优，孝良立刻追了上去，并真诚地向优道歉。优没责怪他，只是轻轻抚摸了孝良的头。优真太温柔了。孝良回家后后悔极了，明明也喜欢优，却伤害了他。望着静止的聊天框，孝良深陷自责。如果你喜欢的人是双性恋，你会不在乎继续喜欢他吗？还是因此疏远他，放弃这段感情？这天，佑奈邀袁抽一起吃午餐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坚定地拒绝了两人，留下尴尬的两人心里默默伤感。这时，一阵骚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原来优开始直播了，孝良马上拿手机看优的直播，大胆坦白自己是双性恋，还说这有什么？我爱谁是我的自由，不该被嘲笑，也不应该被议论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喜欢吸引我注意的人。真得说优真够勇敢。优的话仿佛在向良表白。看完直播的孝良控制不住见优的冲动，直奔生物部。到了生物部的孝良追问优为何如此，优温柔回应，主动坦白就不叫被逼出柜。原来优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减轻孝良的负担。这么体贴的优，连傻乎乎的男生都难抗拒。优又把手轻放在孝良头上，眼里满是宠爱，像在安慰做错事的孩子。心疼兼感动的孝良紧紧抱住优，在优怀里，泪水带着懊悔与喜悦流淌。明白过来的佑奈也找到了袁抽，为之前的胡言乱语道了歉。一度分裂的闺蜜团终于重归于好。路上优给孝良解释，之前泄露我秘密的是前男友，他无法接受我对女生的感情，所以才会做这种事。这事其实与孝良无关。这时孝良突然停步，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。不论你爱男生还是女生，我只想深入了解优，然后向优表白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你。后来的茶话会中常看见优，不愧是生物小王子。优的加入让几个迷糊的人学到了不少生理常识。就在这时，孝良妈妈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手机上直接放起了优的坦白视频。还沉浸在喜悦里的孝良和优并没察觉到这一变化。接下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麻烦呢？你了解日本的风俗店吗？就是那些标打着擦边合法化的娱乐场所。那个帅哥刚刚还鬼鬼祟祟的准备进入风俗店，结果下一秒就被女朋友当场抓到。这是不是让你想起小时候做错事被捉的样子？事情得从佑奈的新男友开始说。那天佑奈和新男友贵大去了情侣旅馆，打算学习切牌技巧。两人的牌还没洗好，就急着要开始打扑克了。然而就在贵大正打算用4个2和2个王一次带走佑奈时，手机突然响了提示音。贵大查完信息突然匆忙离开，只留下一脸懵的佑奈。拜托我们都关上了，你跟我说结束了。身经百战的佑奈竟然吃瘪了。郁闷的佑奈去找闺蜜商量，大家觉得贵太可能另有所爱，但佑奈坚称贵太一直很关心自己。佑奈突然回忆起贵太那时竟没搭帐篷，这让佑奈怀疑自己是不是心胸不够。第二天在生物部，孝良对优说佑奈的烦恼，并问道：你们男生都喜欢大的吗？尴尬的优避开了这话题。这时候佑奈走进来了，掏出手机说他怀疑男友可能出轨了，说完就打算去查个究竟。优看了一眼佑奈男友的照片，看着满脸疑惑。佑奈跑到男友的学校，躲在角落悄悄观察，目睹男友拒绝别的女生，露出得意的笑。但随着一路尾随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。
直到她男友停在了风俗店前。得悉真相的佑奈气得直跳脚，痛斥男友一番后，决定分手。再次经历失恋的佑奈向好友诉苦，前男友真是个恶心的脂肪控，居然为了那点肉去风俗店，简直让我大开眼界，并坚称自己不会为这种人难过。眨眼间，佑奈无表情地独自走在归途中，沉浸在悲伤里，盯着手机里和男友的亲密合照，再次让佑奈感到一阵心酸。果然那种表面的坚强，不过是为了掩盖彻底失败的借口。为佑奈感到不平的孝良向优详述了整个事情，愤怒地表示绝不原谅贵大，并想亲自告诉贵大这一切。看佑奈心疼地望着气鼓鼓的凉凉，优似乎心有所感，做出了决定。那个男人叫贵大，是佑奈新交的男朋友，外表潇洒，像是情场高手，但你知道吗？他竟还是个没谈过恋爱的处男。那天，优约孝良在咖啡馆见面，兴冲冲的孝良到了咖啡馆，却见到了佑奈的男友贵大。没想到贵大居然是优的初中同学，毕竟国中时的贵大还是个满脸青春痘的笨拙少年。相信贵大人品的优决定，俩人得好好聊聊。于是孝良向贵大透露了佑奈的感受，并强调佑奈特别珍视这段关系。你这么做真的让他心碎了。听到这些的贵大立刻失去了先前的冷静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我真的很喜欢佑奈，但似乎隐约有些难以启齿的事。直到优说话打破了沉默：你是处男吗？于是羞愧的贵大难为情地说：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不配他。佑奈这么开朗漂亮又通情达理，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机会和他交往。那天看到佑奈游刃有余，我想尽量表现得成熟些，但那个反人类的设计我真的受不了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我根本支不起帐篷。为了让佑奈不看不起自己是个处男，我借口看手机赶紧逃跑了。所以在急中生智，我才想出了那个笨办法。贵大终于如释重负地深呼了一口气，感觉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，后悔地说：我怎么能对我最爱的女孩做出这样的事呢？男生会因为自己是处男感到自卑吗？贵大坦白后心灰意冷地离开了。不知道他的话被旁边的佑奈都听到了，明白了一切的佑奈急忙跑出去，用力追上贵大，告诉他自己听到了刚才的对话，然后真诚地向贵大道歉，悔恨自己没有考虑到贵大的感受，只想到了自己。贵大也表示歉意：我不该为了不失去你而说谎。佑奈从胸前抽出2片剩下的早餐饼，还坦白说他也欺骗了你，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。之前的误会化解后，两人终于和好如初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时候贵大的帐篷终于搭建好了，经过佑奈的解释，优向孝良说：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因为爱你，我想和你玩扑克，你愿意吗？听完，孝良脸红了，羞涩地回答。优得到答案后，也不由得脸红得手足无措。两人正沉浸在这快乐氛围中，哪知被路过的妈妈撞个正着。这天，袁抽一如往常坐公交回家，由于没有座位，便只能站在过道。这时，手机突然收到了空投，袁抽毫无准备地打开了照片，但内容下的袁抽把手机丢了。这时康泰及时过来安慰，使得袁抽慌乱的心情稍微平息。原来刚才竟有人偷拍袁抽的下半身。康泰关切地问袁抽没事吧，还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会有这种人。但两人一起回家的情景被袁抽的父亲看到了。回家后，袁抽和父亲一起吃晚饭，父亲试探地说道：你也该找男朋友了。听这话，我先是吓了一跳，接着就感到反感，看着爸爸没完没了地谈我的感情。袁抽说我吃饱了，就快速回房了。第二天生物老师找我，希望我参加演讲比赛。我看着报名表，心里冒出个想法。袁抽回家为父亲准备了饭菜，父亲称赞袁抽的厨艺非常好，开玩笑说不管嫁给谁，我都能自豪地挺起胸膛。这句玩笑话让袁抽感到不太舒服。第二天，袁抽告诉闺蜜决定去参加演讲比赛。佑奈问袁抽为什么要参赛，原因是比赛第1名能得到奖学金，还有入学推荐权，这可以让袁抽摆脱对家庭的依赖。他带着点不高兴地说：我真不想再听什么结婚的事了。同时他表示他爸爸肯定不会懂自己是无性恋。这话让孝良去找优，没想到优也有相同的烦恼。尽管现在优和孝良在一起，让优的爸妈不再担心，但优感觉他们并没有真懂自己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为了参加演讲比赛，袁抽拼命准备，不管是在家、学校还是咖啡馆，袁抽都不受外界打扰。显然，袁抽决心要离开家。最后，袁抽的演讲稿终于完成，生物老师看后非常赞赏，还期待看评委会听后的反应。袁抽信心十足。回家后，父亲质问他为何回来这么晚，袁抽忍无可忍，怒气冲冲地质问：你能懂我吗？我是无性恋，对恋爱毫无兴趣，所以你天天的话让我烦透了。我拿出演讲稿，一旦拿到奖学金就会离开这里。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，刘老爸一个人愣在那儿。
那天原本要去演讲的他，突然在公交上晕倒，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了。袁抽错过了演讲比赛，两个好友安慰说还有下次。袁抽满是懊悔地说，为什么偏在这时来月经呢？还说我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演讲上，这有啥意思？我是无性恋者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，却每月还要忍受这痛苦，太没意义了。说完就扭头走了。袁抽在朋友的陪伴下走出了医院。孝良接到康泰的消息后，兴奋地通知了袁抽，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。袁抽赶到现场时，看到一个空荡荡的会场，只剩下几个评委。已经结束的演讲比赛，因为袁抽的父亲坚持不懈地争取，感动了评委，赢得了这次机会。自从袁抽的父亲从康泰那里知道袁抽遇到麻烦后，父亲每天默默守护着袁抽，即使袁抽晕倒，也是他把袁抽送医。听后，袁抽深受感动。袁抽悟到父亲一直在静静付出，方法可能不够灵巧，但真情实感让袁抽体会到父爱。因此，袁抽站台上讲起来了，没在观众席见到父亲，却在门外角落找到等待的父亲。孝良邀请袁抽的父亲一起来听袁抽演讲，但因为之前的一番话，让老父亲苦笑着说不去。孝良仍坚持要袁抽父亲去听，说袁抽一定希望你能来。父亲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了。演讲时，袁抽在台上，一眼看到进场的父亲，感到有些心酸，但心里更多的是安心。随后的演讲仿佛是父女间的心灵对话。袁抽本以为父亲无法懂得的心事，他把所有想法都倾注进演讲里，这简直是写给父亲的一封长信。他真挚的演讲打动了台下观众，尤其是深处他父亲的心。在父亲热情的掌声中，会场充满了化解寒冬的暖意。赛后，父女俩一同坐公交归家，尽管二人无言，但此时老父亲收到了儿子发来的短信，谢谢。看完内容的老父亲面露微笑，感到十分欣慰。可能没有真正的理解障碍，只是缺少了尝试交流的勇气。女孩高兴地跑回家，递给妈妈便当盒，不料书包里的乳胶糖掉了出来。妈妈，听我解释。妈妈反应迅速，小女孩先捡起了乳胶糖，面对妈妈的追问，羞愧万分，她冲出了家门。得从一个小事前讲起，那天优带孝良去了商店，优当着孝良的面买了盒乳胶糖，看着泰然自若的优，孝良瞪圆了眼。他们离开商店后，优给孝良一片乳胶糖，还希望孝良把它当作护身符带着。看优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孝良礼貌难拒地接过了乳胶糖，还掏出零钱打算和优 AA 制，毕竟这是我们俩的护身符。兄弟们，学到了没有？回家后的孝良不小心把护身符掉在了妈妈面前，妈妈还知道了他和优在交往。孝良无法忍受妈妈对优的偏见，气呼呼地冲出家门。孝良离家后去了闺蜜那里过夜，幼奈对孝良开玩笑，在家人面前掉落那样的东西。更让孝良烦恼的是，妈妈知道了优的性向，保守的妈妈肯定反对他们交往。这时候妈妈打了个电话来，理亏的孝良没有接。第二天还在苦恼的孝良震惊地发现，妈妈竟然联系了学校。困惑地孝良误会了妈妈是来问责自己的，但出乎意料，妈妈和优在聊天。见此，孝良快步上前追问妈妈到底什么意思。只见妈妈镇定地拿出饭盒给孝良，然后洒脱地走了。这一幕让孝良百思不得其解。接着孝良去找优，询问妈妈和优谈论了什么内容。优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他只是问我是不是在跟你谈恋爱，顺便聊了几句。然后他又说，放学后要去看望伯母，毕竟护身符的事我也有责任。不等孝良思索，约好放学后见面。很快到了放学时间，优早就在门外催促着凉。看着准备先离开的优，孝良即便万分不愿，只好跟着去了。随着优打开孝良家门，接下来是真正的挑战。他俩一进房间，原本以为会挨批，没想到母亲竟然大变样，赞不绝口的夸优，还说不会阻碍他们交往。两人刚松了口气，老妈突然话锋一转，只是要以正常的高中生关系交往哦。优从孝良家出来，对他说，我本来就没打算急着打扑克，既然你妈这么说了，咱们也不用太急。孝良回到家后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，第一次打扑克何时才算正确？想不通，他决定和妈妈好好聊聊。鼓起勇气，他走进了妈妈的房间。孝良，虽然你之前那么说了，但是后来就对打扑克避而不谈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不就是在逃避问题吗？还问妈妈是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，或者是我身上有乳胶糖。妈妈听后很激动地说，打扑克要负责任，可能会让你留下不好的记忆，甚至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。但孝良逐渐平静下来，真诚地对母亲说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去学习生理知识，乳胶糖也是我和优考虑后果后为那天到来做的准备。听女儿这么说，妈妈拿出软糖递给孝良，并说到，妈妈小时候从来不敢和你外婆谈这些，那时感觉特别无助，
那时候我就发誓不让孩子重蹈我的覆辙，结果还是重复了同样的错误，并且真心向你道了歉，真的很抱歉。或许大多数家庭都难以向孩子解释关于性的事，可能是因为羞耻，或是为了保护，大家都对性守口如瓶，但这样真的正确吗？通过交流，母女俩最终理解了彼此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天，孝良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并且精心地装扮了一番，因今天优要来家里做客。这一天终于来了吗？看着一脸镇定的优坐在身边，孝良紧握着紧张的双手，注视着焦虑的孝良。优轻柔地抓住孝良的手，贴近了他，还说如果觉得难受就随时告诉他。温暖的氛围逐渐达到高潮，两人渐渐接吻。隔天，妈妈在打扫孝良房间时找到了他吃剩的乳胶糖包装，然后平静地将其丢进垃圾桶。我认为无需迁就他人来打扑克，每人都会有他的时机，顺其自然最好。这部剧到此正式结束，尽管戏剧性和漏洞颇多，我还是认为在普及生理知识方面，这部剧做得很不错。你觉得呢？人生第一次经历，到底看重年龄还是感觉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哦。